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们今天会讲到关于申请台湾的护照。我已经有台湾的永久居留证3年多了。就算这个永久居留证给我可以一直住在台湾的权利，但是还不是国籍，我还是法国人，我不是台湾人。然后其实有好几个东西，外国人住在台湾，没有办法做。我最近有拍一个外国人在台湾不能做的事情，你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在这边看到。我会讲到一些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外国人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住在台湾已经10年，我收到台湾的永久居留证。那我到底可不可以申请台湾的护照呢？其实可以。那我会申请吗？其实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先要解释清楚申请台湾的护照的一些条件，会让你更了解外国人申请台湾护照的状况。我今天要解释的法律的事情，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会说错，如果说错的话，请你留言告诉我，这样其他人看影片也可以透过那个留言，会更了解台湾的规则。基本上外国人超过20岁，如果有住在台湾5年，有5年的居留证，就可以申请台湾的护照。然后申请台湾的护照有一个要考试中文的部分，所以外国人的中文的能力一定需要一个比较高的程度。然后如果那个外国人有台湾的家人，还是有台湾的老婆或老公，不是5年，而是3年。所以基本上我已经满20岁，然后住在台湾已经超过5年，所以这些条件我都符合。然后我相信我应该可以考那个中文的考试，听说不简单，但是我相信这个考试我还是有机会。但是呢，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另外一个条件，你要申请台湾的护照，你先要放弃原本的护照。对，你没有看错，为了申请台湾的护照，外国人先要放弃原本的护照、原本的国籍。这个规则我已经讲过，我觉得是蛮可惜的，因为台湾人可以申请别的国家的护照，不需要放弃台湾的国籍。但是相反的不是，我之前拍的影片，我有看到有很多人留言说，比如说吴峰，他拿到台湾的护照、台湾的国籍，但是他没有放弃土耳其的护照。对，有一些例外，但是例外就是例外。有一些很特别的状况，比如说你做一些对台湾非常有帮助的事情，台湾可以决定会给你那个机会，不要放弃原本的国籍。但是这个是例外，大部分的外国人如果要申请台湾的护照，真的要放弃原本的护照。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这样子拿到台湾的护照，但是这个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。台湾，你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我推广台湾对台湾会有帮助，还是你可以考虑吧。我如果有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会申请的。但是以现在的规则，我如果要申请台湾的护照，我还是需要放弃法国的护照。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会不会放弃法国的护照呢？如果假设我放弃法国的国籍，我先申请台湾的国籍，然后拿到台湾的国籍之后，我就是台湾人。台湾人可以申请别的国家的护照，我只是刚刚说的。所以我当台湾人可不可以再一次申请法国的国籍呢？这个部分可以的，但是蛮复杂的。我先解释一下。我们先说申请台湾的护照，大概多久？大概那个整个 SOP 需要多少时间呢？整个事情需要好像超过1年，有时候快到2年。你先要放弃自己的国籍，所以一开始我要放弃法国的国籍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完全没有国籍。我不是法国人，也不是台湾人，我没有国籍，我不属于任何国家。你先要这样做，然后好像要待在台湾快1年，然后过了1年，终于可以拿到台湾的护照。在这1年的时间，我完全不可以出国。当然，你要出国，一定要有护照。
所以为了申请台湾的护照，你先要过这个阶段，就是你完全没有国籍，而且这个时间你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收到台湾的护照，因为你先要去过台湾的许可，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到蛮危险的。你先要放弃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好，那假设过了1年2年，我终于拿到台湾的护照，那我还是可以申请法国的护照吗？我要怎么做呢？这个我上网去研究法国拿到护照的条件，然后我发现是可以的，就是你要满18岁，然后你需要有法国的爸爸妈妈，还是你需要提供一些你之前有法国的护照的证明，然后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要住在法国。所以基本上我可以符合这些条件，但是我为了要住在法国，我先要回法国，而且我要当台湾人回法国，所以基本上我需要申请法国的工作证，当一个外国人回法国工作，才可以申请法国的护照。然后一样就是整个 SOP 也蛮久，可能快要1年，然后住在法国快1年，终于可以拿回法国的护照。总共可能已经3年，终于收到台湾的护照、法国的护照，然后终于我可以回台湾继续住。所以你看，拿到台湾的护照不是没有办法的，但是你可能感觉到蛮复杂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对我来说，申请台湾的护照没有很方便。我目前不会申请台湾的护照，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可能像那个吴峰收到台湾的护照，我可以避免就是放弃，然后再申请之类的。就算没有台湾的护照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台湾的永久居留证已经蛮开心的，已经感觉到我还是属于台湾，所以对我来说已经够的。那你自己呢？为了拿到别的国家的护照，你会愿意放弃台湾的护照的国籍吗？就是你再也不是台湾人。你会觉得这样值得吗？还是你会觉得不可以放弃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你如果现在还在看我的影片，那非常谢谢你认真看我的影片，然后还是想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会常常看到我新拍的影片。好，跟大家说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嗨，你会有兴趣看我更多的影片吗？你可以考虑加入频道会员，我在那边会分享更多关于我的生活，会有文章、照片，还有影片。也是一个可以给我消费的方式，支持我拍更多的影片。YouTube 啊，这个行业不太划算，拍片的装备、剪片的电脑、SD 卡、硬碟，去旅行的费用都是要先自己付的。我收到频道会员的钱，会帮我付这些费用的一个部分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好，我给你看一下频道会员最新的影片的部分。拜拜。我的朋友昨天在问我要不要中秋节一起去兰屿。好烦哦。今天又一次来海边，最近好像每一个周末都去海边。